大家好，我是 Morris。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的 OTC 的2位伙伴，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 HYROX。那首先这位是我是胜利。嗨，大家好。OK， 然后这位是我是浩翔。OK， 我们的 Sean 学长，好不好？人生学长的 Sean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用最深入浅出的方式跟大家来聊聊关于 HYROX。OK， 首先还是要先恭喜2位，我们在那个香港站第一次我们这个组合拿了一次冠军。那你们上个月在新加坡也是在4人接力拿了亚军，其实成绩都不错。来，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感想，跟你们当下在面对这个时候，你们负责什么专项？徐朗先好了。好，心得是我那一场4人的话，我是滑雪跟划船机，但我1个小时前比完 Pro Double， 对，就比较高强度的双人。这场印象比较深是大家队友都还蛮帮忙的，都没有失误，然后也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这样子。那胜利呢？胜利你自己比了2场，因为当初比4人那时候挑项目在挑波比跳跟药球，然后学长那时候就讲说，药球丢100颗会有那个徽章啊。香港站那一场我丢了50颗，对，很可惜，然后就一直练，大概过3个月左右，终于挑战100颗啊。但那个徽章没拿到。整个比赛不管是哪个组别，都是要做8个项目。第一个是滑雪机1000公尺，第二个是雪橇推50，第3雪橇拉50，第4波比跳80公尺，第5个话是划船机1000，第6话是农夫走路200公尺，第7个是分腿蹲走100公尺，第8个就是丢药球100颗，中间都穿插1公里去做这些项目。简单来讲的话，就是如果是比单人的话，你总距离就是要跑完8公里。然后再加上8个专项，那单人的话就没有人会帮你去分担这个重量。对，没错。那重量的部分，男女都有分精英跟公开这样，就分 Level 1跟 Level 2。先讲 Level 1好了，男生的雪橇推是153公斤，雪橇拉是103公斤，农夫走路是24公斤，分腿蹲走的话20公斤，然后药球就是丢6公斤。精英组的话，相对就是重量上面都会再加个50%，然后女生相对就是精英组就是男生的公开组的重量，然后女生的一般组就是在比男生公开组再少50公斤，所以按照星级就可以自己去选自己要的难度这样。那你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双人跟4人好了。4人的话就是一个人会配到2个项目跟2公里，对，会比较轻松。对，不过我们的棒次要有顺序。对，比如像我们第一次比那个台北场，对，我记得新远好像是推雪橇完之后就休一站，瞬间就爆掉了。对啊。后来我们跟学长练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把项目就分得比较完整一点点，中间都会休息到15到20分钟的时间，让我们的身体做很好的恢复，这样子，让我们心率可以降下来，身体的那个恢复可以够，再去比，你的状态会一样恢复到100%，我们每一排也有至少有60-70分的状态。那双人的话呢，它就不一样了，它就是2个人要跑完8公里，项目是2个人去分担，对，就是体力去分配，说我可以做多少，他可以做多少，这样子。他们比较狠一点，对，8公里一样一起跑完。你第一个跑完，你到了，你不能马上做，你要等到第2位你的 partner 到了，裁判才会让你做，对，才会让你做。所以这个4个的项目它完全都不同，那策略也不同。那可以来学长讲一下混合双人的接力有什么差别？混合接力就是男女一起的，女生要去做男生的重量，但是男生的重量是 open 一般的重量而已，不是 pro 的重量。做到一半的时候，快没了，就是可以。对，所以我们都会先讲一个大纲，但是有时候比赛情况也要看彼此的状态，有可能讲好，但是对方有比较累，或发现有点掉速了，可能我会拍背，然后就换我去做。在每一个关卡都会有他们的强弱，都可以去分配2个人的身体特质的特色，去分配在这个站里面。那所以说，在混双的时候，其实女生就是很重要的策略啊。那女生能够帮男生去恢复一点点体能，在维持跑速上的话，就会比较多是混双上会碰到的策略。接力的话，就是有分一般男子组接力，就4男或是4女，然后还有男女混合，但规则也都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分配好说我们要分的2站是什么，这样就好。重量的话就会分开，女生会有女生重量，男生会有男生重量。那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4人的要求100颗其实是没有徽章的。对，4人要求100颗是真的没有徽章。对，是什么样的项目才有100个徽章？你可以跟大家。个人，我记得是只有个人。只有个人哈。对，我记得 Open 跟 Pro 好像是只要是个人应该都有。都有。
你们自己应该也有感觉到8个项目里面哪一个是体感上最疲劳的项目？最累我是觉得是波比跳。学长呢？我可能雪橇拉吧，因为我比 Pro， 然后我体重比较轻，所以那个重量会吃比较重。在专项项目上的话，有可能最容易碰到犯规的项目有哪一些？波比跳就是我们趴下去，手跟脚的那个距离好像不能超过30公分，脚要不能前后脚要平行跳，然后胸口跟大腿你要碰地板。如果没碰到的话，那一下就会不算，有可能会被加15秒。还有什么容易犯规的项目？浪举也会。对，浪举的话就是你膝盖要蹲低碰到地板，然后站直的时候就是3关节要延伸，就是髋膝踝有顺势站直。再来要球啊，就是他会要求屁股要低于膝盖，然后你的球要碰到上面的一个叉叉。那这样的高度是多少？女生是275，男生是300公分。比赛会有2种，一种是有电子版的，它就会在前面直接看到你的颗数，然后你丢的这一颗的秒数，你算或不算的是多少。那还有一些可能资源没那么丰富，会是用一般版的，它是会用码表，它会去按，但是看每个国家特色都不太一样。最大差异就是以前都会聊我兴趣就是健身，我的兴趣就是跑步。HYROX 刚好就是把你的兴趣结合在一起，但它就变得很像做 HIIT。那简单讲，很像居家塔巴塔，但我们变成机械版。我们是要很知道自己的身体状态，然后去做这个运动。个人的话，因为如果你项目做太快，你就跑不动，所以你要抓好你中间的量，然后去做每个跑步每个项目。双人的话，因为中间还有多一点休息时间，所以速度就可以再快一点点。4人的话就是1人分2站，然后中间穿插8个，所以都可以全力以赴。那有没有一些人可能有误解，就觉得说反正我平常都有健身，那感觉 HYROX 我应该可以轻松完赛？可以啊，就来参加他就知道。来参加就知道。健身人就是要增加跑步的比例，然后跟跑步接健身的比例。那跑步的人相反，他们跑量很好了，有氧底很好了，他们就要增加肌力的基础，然后增加跑步接做这个健身的比例。那像你自己就是最典型的，早期的时候都是堆叠肌力跟体态。那你等于是你真的跑过了一次去年的 HYROX 之后，你就开始有目的性的去调整你自己的菜单。那你来讲讲看，你是怎么去调整你自己的训练过程？那时候一开始我们比台北场，那时候还是以一般的健美式4练1休这样。我在比那个台北场，对，怎么那么累？对，我有这么大肌肉量，可是我跑不动，就开始慢慢找学长去训练啊，去进修，后来去增加我的慢慢跑步的能力。简单来说 ，HYROX 是你跑步需要有半马的体力，当然你要有5K 的心脏耐力，但是你又要可以有身体的高强度的耐受度，承受重量的负荷完，然后快铁腿又可以去跑出你该有的速度，这样子。没错。OK。其实像台湾选手，扣除掉职业球队或这种之外，比较不太少会去做到跑皮。那学长那时候你一开始怎么会带我们去做跑皮？或是你从哪边了解到这个东西其实对 HYROX 训练很重要？就因为自己也是当教练，所以在进修上，老师他们都会讲说，三角形的一个底层最下面最重要的是睡眠的恢复，再来是营养。下一个我看到好像就是水疗就在附近了，然后还有说微量营养素啊，或者是主动式按摩，然后最上面才是很一些科技的东西。主要是前年24年开始跑步，因为比完HYROX去参加一个半马要破90的计划吧，那时候跑量真的蛮高的，我又想兼顾HYROX，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就开始去找。学长可以讲的比较细一点，举例来说，因为很多人有误解，说他是不是游泳池的冰池只要够冰就可以跑冰，或者是怎么样？主要我自己是只要在18度以内，我觉得就 OK 了。有些人会很追求要7度啊，或是很低温冰池，或是说热疗，其实18、12、15也 OK， 只是有到一定的时间，然后再去做冷热交替，这样就好了。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北京场那个啊，也有一个小致命的错误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？就是那个跑步的那个圈数啊，那其实通常就是跑一圈就可以进去了。对，好，那时候我也是跑的时候，好像一直提醒自己说跑一圈进去了。那时候看到手表，那距离公里数好像不大对，可能就是他跑太快了。我说是吗？是吗？好，再多跑一圈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轮到2次，中间都会有休息。他一出来之后很慌张，学长，我好像多跑一圈，然后我瞬间就拿着我的水瓶要到后面，
我就丢了。但是好，谢谢你跟我讲。所以他的这个小失误让我们其他3个人几乎是完全全开。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筹备了很多经费或是精神，然后远去国外出国一次。其实我们不常出国的。对，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群组里面最不会跑错圈的是谁？是他，因为他痛定思痛。每一个 High Rock 的场地，它的规范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从第一次去看 High Rock 的场地的时候，学长都需要求说，我们一定要提前先去看场地。最直接是就是你们参加哪个国家的 High Rock， 他们都会在线上跟大家讲说，他们这次要跑几圈，就每个国家不太一样。北京那场大概是2圈啊。那个场地确实就是因为它比较大一点，所以它的总距你的体感上会少一点点。所以你全开在前半段，后半段会很累。觉得练 High Rock 之后对你比较多的影响？这件事情让我更离健康很近，然后我也觉得身体好、精神好，身边的家人都能够照顾到，我是蛮喜欢的。对我最大的影响应该就是身体的那个睡眠时间就会被调得更早一点。我在12点、11点、12点就会想睡觉，我到现在都是5点多我就会自己先起来一次，对，也可能上厕所干嘛的，但是我精神那时候就会稍微好一点点。对，每个月都有目标，可能比赛也好，或其他的也好，对，我们都把自己当成是运动员看待。我真的也是一样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喝酒，因为我都觉得说哇会影响我隔天的体感，而且你就知道你身体好重，跑不起来，对，睡眠品质也不好，对吧？就有差。我是喜欢跟朋友们一起训练，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喜欢跟朋友们一起训练来练这个，就是蛮刚好的。High Rock 还有个特色是，一起团练的话，那个氛围感会比做器材或做健力啊、健美的会更多情感上的交流。情感上的交流。High Rocks 的氛围是很好，很好，对，非常好。因为台北可能1年就只有1场或2场，所以如果想要更多的去感受这个比赛氛围，就可以去锁定亚洲其他国家。对，那像以前出国可能就是吃吃喝喝、玩玩喝酒的，但是就让我们出国多了一件事情先去做，做完我们再去玩，就蛮好的。对，我们主要也是去各个赛事去吸取更多不一样的经验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最多人问的就是啊，为什么你们那么热衷这件事？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？其实我们就是喜欢有一个目标在前面，然后不断去修正自己的状态。为什么我们 OTC 会大家聚在这边去喜欢这件事情？我觉得应该还蛮多数都是扣着这个原因。好啦，那就看完这一节，那也希望在台北场跟大家能够见面，好不好？那我是 Morris， 你是？我是胜利，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 Open 这 Double， 就是双人的节目，这就是我跟新源的故事，不会太分你的成绩，而是说有完成就有这个完赛证明的概念。完赛证明。像我有鼓励他100颗，100颗就会有一个锐步的要求的一个徽章。那这次就要努力去争取这个100颗，试试看。对啊，对，就前7项就轻松做，最后1项认真。君が好きだ